故事发生在90年代的武汉，李宝莉是个土生土长的武汉姑娘，性格强势，咄咄逼人。丈夫马学武是一家国企的厂办主任，是个性格绵软的文弱书生。家里的大小事务基本由李宝莉一手掌控，两人还有个儿子叫马小宝。赶上企业分房，一家3口搬进了新房子，本来是件高兴的事，但李宝莉却因为工人临时加价和对方吵起了嘴，最后害怕耽误时间，才不情不愿的妥协。马学武在窗口一言不发的看着工人们将家具搬进新房，马学武散了几支烟给他们，还吩咐儿子马小宝下楼买几瓶饮料。李宝莉一听不乐意了，一把夺过烟，斥责马学武是烟不要钱还是汽水不要钱，接着又指责工人们不仅做得起价活做得还不好。马学武被一顿抢白，有些无地自容，但他一向忍耐惯了，便没有作声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搬了新家的李宝莉很开心，马学武却始终一言不发。他就这样一直到睡觉前，才像是终于下定决心一样，和李宝莉提出了离婚，然后拿着东西睡到了客厅。闺蜜小景来到李宝莉上班的商业街，老板让小景劝劝李宝莉，她这几天状态不太正常。小景带着李宝莉来到一家茶馆，18一杯的昂贵茶水让李宝莉心情更不好，于是又和服务员吵起了嘴。小景急忙拦住她，然后摘下墨镜和李宝莉倒起了苦水。原来小景的老公刘东风出轨，被她捉奸在床，双方大打出手，老公却护着那个小三打伤了自己。李宝莉听着小景的话，想到了自己，这才痛哭流涕告诉小景马学武要和自己离婚。小景安慰她看开点，男人就是这么一回事儿。两人就这样继续僵持着。李宝莉在马学武眼里是个一点都不贴心的悍妇，但在市场里却是个热心肠，尤其和扁担工和嫂子关系好。另一边，马学武找了2个同事帮自己整理资料，事毕后为表感谢请2人吃饭。他在饭桌上侃侃而谈，而温柔漂亮的同事周芬也十分捧场，这让马学武久违地找回了男人的自信。马学武照例很晚才回到家，李宝莉一改往日的态度，对他和颜悦色。这时儿子小马眼含泪水，让他原谅妈妈，不要再睡沙发。马学武知道这一定是李宝莉教的，随即便转身离开了客厅。第二天，马学武上班偶遇了周芬，周芬对他说了句生日快乐。马学武好奇周芬怎么记得自己的生日，周芬答自己在工会管福利，对厂里几百号人的信息都了如指掌，两人之间暗流涌动。这天，马学武一反常态打电话给李宝莉，告诉他自己要接待领导，晚上不回家吃饭。这个举动让李宝莉起了疑心，她当即决定到厂里看看马学武接待的是哪个领导。李宝莉到马学武的厂子门口蹲着，发现马学武一下班就骑着自行车不知要去哪，看着满面春风的马学武，他立马小跑着跟了上去。果不其然，在一个路口看到了正在和周芬买水果的马学武，两人随后一起进了宾馆。即使早有预感，但看到这一幕的李宝莉还是觉得天塌地陷，她崩溃地坐在地上失声痛哭。伤心过后就是愤怒，李宝莉擦干眼泪走进宾馆，谎称自己和刚才进去的一对男女是同乡，从老板娘嘴里问出了2人的房间号。来到门口，房间里传来的声音让她心里最后一丝侥幸都不复存在。本打算冲进房间捉奸在床的李宝莉改变了主意，恢复理智后，她放下了灭火器，然后来到楼下打电话举报有人嫖娼卖淫。看着呼啸而过的警车，李宝莉哭着拦了辆车回家。回到家后，李宝莉哭坐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单位通知马学武和周芬的家属来领人，李宝莉假装大度地表示自己不计较，这倒让做了亏心事的马学武更加心虚。扁担工和嫂子准备回老家住段时间，来和李宝莉告别时说起了市场里的混混渐渐。渐渐一向对李宝莉不错，最近却因为和人抢地盘把对方打成了重伤，少说也要判10几年。李宝莉邀请小景到家里吃饭，饭桌上又当着小景的面指桑骂槐地提起了马学武那件破事。马学武自知理亏，便也不敢还口。饭后，小景觉得李宝莉对马学武的态度有点过分，李宝莉反驳说，如果不是自己报警，马学武怎么可能乖乖回来？小景觉得李宝莉疯了，质问他想要留住马学武，为什么不能好好对他？李宝莉只觉得十分委屈，当初追她的人排到法国，自己下嫁给马学武这个乡下人是她的福气，马学武就应该好好对她。小景一听李宝莉总把乡下人挂在嘴边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指责马学武会出轨完全是被他逼的。马学武的老母亲因为拆迁暂时没地方住，当儿子的不能不管，于是便将老母亲接到了新房。李宝莉看到婆婆却连个好脸都不愿意给，两人关起门便吵了起来。李宝莉话说得太不中听，马学武泥人也有3分火气，自己是独子，房子也是单位分给自己的，难道要让老母亲露宿街头吗？李宝莉也没被他唬住，又将马学武出轨的事拎出来说。马学武顿时哑口无言，老母亲见此情形也不愿让儿子为难，便拿着行李离开了家。马学武心急如焚出来寻找，好在儿子小马将老人带回了家。李宝莉不情不愿架了张床，老母亲搂着孙子在一旁抽泣，马学武坐在沙发上不知在想什么。第二天上班路上的马学武心念一动，调转车头约见了周芬。也许压抑的生活让他急需有个倾诉对象，但周芬显然已经看不上丢了主任身份的马学武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
马学武回到厂里，却被厂长告知，因为他乱搞男女关系，首当其冲成了厂里第一批下岗的工人。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从主任到工人再到下岗，让马学武彻底失去了希望。他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工厂。当夜暴雨，李宝莉也收到了马学武跳江自杀的消息。那封短短的遗书里，马学武表示自己对不起生自己的母亲，也对不起自己生的儿子，唯独没有给李宝莉留下只言片语。儿子哭着喊着要李宝莉害自己爸爸。李宝莉想不通马学武为什么要跳江。小景提出可能跟他们的新房子有关系，楼下7、8条马路纵横，这在风水上叫万箭穿心。李宝莉不信这个邪，她觉得这也可以叫万丈光芒。为了撑起这个家，李宝莉辞去了原先的工作，跟着和嫂子做起了扁担。活虽然辛苦，但李宝莉也不是娇小姐出身，只要肯卖力气，每个月赚1、2千不在话下。李宝莉将辛苦赚来的钱交给奶奶，嘱咐她照顾好小宝。小宝这个熊孩子却把自己老娘当成了杀父仇人，不仅恶声恶气，还将马学武的遗照摆在他房间。光阴稍纵即逝，10年过去了，岁月在李宝莉脸上刻下痕迹，她的头顶染上了白霜。小宝即将高考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李宝莉将他视若珍宝，小宝却10年如1日的仇视他。彼时渐渐也刑满释放，商业街欠他钱的人很多，他要东山再起。报纸上说高考时间提前到了6月份，李宝莉想问问小宝准备的如何，小宝却不愿同他多说，被问烦了才不情不愿回几个字。李宝莉又追问小宝有没有写完作业，他觉得自己是在关心儿子，但小宝却认为李宝莉只在乎他的成绩。和嫂子的儿子出了事，李宝莉和奶奶商量想要借给他1000块钱，奶奶虽然不情愿，但最后还是把钱拿给了李宝莉。接着又提出小宝已经成年，他这个当妈的任务也算完成了，如果想再找自己不拦着，但是房子要过户到小宝名下。李宝莉闻言有些心寒，却没多说什么。李宝莉来到和嫂子的住处，将钱交给他。离开时碰到了渐渐，渐渐很有想法，最近跟朋友一起合伙搞物流。他提出送李宝莉回去，车子却越开越偏，最后挑了个乌漆嘛黑的地界停下车，二话不说就要霸王硬上弓。李宝莉半推半就，两人就这样发生了关系。第二天，渐渐本着负责任的心态和李宝莉提起了昨晚的事。李宝莉不想在高考这个节骨眼上影响小宝，就没有接着查。渐渐以为自己蹲了10年出来社会已经这么开放了。小宝高考前夕，李宝莉留在家想给儿子做几顿好吃的，奶奶却劝他还是出去的好。小宝这2天看到李宝莉就烦躁的睡不着。李宝莉万事以儿子为主，虽然伤心却还是妥协离开了家。李宝莉无处可去，听渐渐的伙计说他开车掉进了沟里，索性没地方去，李宝莉便来到渐渐的住处，两人也算默认了关系。晚上，小宝找到了渐渐的住处，刚见到李宝莉就恶声恶气指责他，说奶奶病了，他却还在这里玩。李宝莉急忙换衣服准备和儿子离开，小宝仍不解气，末了骂了句不要脸。渐渐可不忍着这个口无遮拦的小屁孩，当即扑上去教训他。李宝莉慌乱之下拿酒瓶砸破了渐渐的头，渐渐的小弟们闻声赶来，李宝莉护着儿子和他们求情，渐渐这才松口让两人离开。路上，李宝莉卑微的和儿子道歉，小宝却只顾往前走。小宝高考完，李宝莉拿着钱塞给渐渐，说是赔偿他的医药费。渐渐也是个嘴硬的，说反正他也陪自己睡了，自己又没吃亏。李宝莉闻言那真是万箭穿心了，自己以为两人多少有点感情，到头来是一场买卖。但只有渐渐知道自己是口不择言说了气话，两人刀子嘴这一点出奇的相像。高考放榜，小宝不负众望夺得魁首，李宝莉以为自己终于苦尽甘来，便做了一桌菜想要庆祝庆祝。本来是件高兴的事，但小宝却全程冷着脸，还没动筷他就提出要和李宝莉断绝母子关系，还勒令他搬出房子。李宝莉没想到这是自己儿子说出口的话，自己辛苦10载得到的却是被扫地出门。儿子上岸第一件斩的是自己这个亲妈，李宝莉彻底寒心。小宝找到爸爸生前的出轨对象周芬，得知那天报警的可能就是李宝莉。小宝听后更是彻底将爸爸的死归结到了李宝莉头上。10年时间，饶是世仇也该消弭了。小宝却对这个将自己拉扯大的母亲比仇人还不如，谁都可以怪罪李宝莉，唯独小宝没资格指责他。晚上，伤心欲绝的李宝莉不知该如何发泄，她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，一群年轻人在江边放烟花，他们请李宝莉帮忙拍张照片。李宝莉看着眼前一张张笑脸，她突然感觉也许自己真的错了。小宝有多久没像这样笑过了呢？李宝莉想通了，她回到家找出房产证交给奶奶，让她有时间带着小宝去办理一下过户手续，然后开始自己为数不多的东西。如果离开这个家能让小宝像别的孩子那样玩闹嬉笑，那她全都愿意，这样也好，自己就谁都不欠了。李宝莉担着自己的东西下了楼，渐渐的车停在楼下。她听说宝莉要搬到和嫂子那里住，渐渐向李宝莉道歉。李宝莉说自己是个命不好的人，面前有1万支穿心箭抵着，让渐渐不要站在自己跟前。渐渐也是个朴素的唯物主义，他不信也不害怕，然后不由分说地将李宝莉的东西搬上了车。车子刚出发就熄了火，
可是只要有人下车推一把，她就又能摇摇晃晃地出发。也许夫妻之间也是如此，难免会有磕磕绊绊，但更多的是要相互扶持。